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可曾想过，纳斯卡平原上那一条又一条神秘的巨型线条，真的只是纳斯卡人为了祭祀而画下的图案吗？还是它们其实来自一个比纳斯卡更古老、更神秘，甚至可能拥有高科技的远古文明？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历史尘封的谜团——纳斯卡前文明。在秘鲁的沿海荒漠上，纳斯卡线条蜿蜒数公里，组成巨大的鸟兽与几何图案。这些线条只有在高空俯瞰时，才能完整看清全貌。长久以来，学界将它们归功于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纳斯卡人。然而，越来越多的线索却暗示，这片荒漠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考古学家在地层断面中发现，某些地画的痕迹竟然比纳斯卡文明还要早上数百至上千年。而在当地原住民的口述传说里，也曾描述过一个会与星辰对话的民族，他们能够召唤天空的神明，以巨大的符号和天地沟通。这些传说是否暗示着在纳斯卡之前，确实存在过一个神秘的纳斯卡前文明？想象一下，那是一个远早于纳斯卡人出现的时代，当时的安第斯高原与沿海地带可能已经聚集了一个拥有特殊知识的群体。他们不像一般的农耕部落，而是更像一群星辰观测者，将整个天空视为神圣的剧场，并把宇宙的秩序烙印在大地之上。这些巨型符号不是随意刻画，而是精准对应星体运行的轨迹。纳斯卡平原的地理环境也似乎为这一切铺好了舞台，干燥的沙漠与稳定的气候，让线条得以保存数千年，不被风吹雨打抹去。这片荒原像是一块天然的画布，等待着某个古老文明在其上留下宇宙的密码，而这个文明或许正是后来纳斯卡人继承与模仿的对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想，纳斯卡人并非首创者，而只是守护者，他们继承了前人的遗迹，却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奥秘，于是他们延续并扩充了这些地画，把原本属于远古智慧的符号转化为属于他们的祭祀与信仰。但真正的源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蛛丝马迹，等待后人解读。如果真有纳斯卡前文明，那么它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是安第斯山脉另一端的隐秘部落，还是失落的海上航行民族？甚至有可能是亚特兰提斯幸存者在南美大陆的踪迹？这些问题至今仍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未知，纳斯卡线条才如此令人着迷。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更古老的传承息息相关。纳斯卡前文明的故事正像一道薄雾中的身影，时隐时现，却始终在呼唤我们去追寻那遗失的远古真相。我们都知道，纳斯卡线条横亘在秘鲁南部的沙漠高原上，那些巨型的几何图案、动物形象，甚至看似起降跑道的长直线，让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官方的解释多半认为，这些线条是纳斯卡文化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间所绘制，用来祭祀雨神或天体。然而，如果我们试着把时间拉得更远，跳脱既有的框架，会发现这片荒漠或许曾隐藏着一个比纳斯卡文化还要古老得多的神秘文明，一个可能诞生在数千甚至上万年前的纳斯卡前文明。这样的假说不是空穴来风。首先，纳斯卡高原的地形特殊，地面覆盖着一层深色矿物沙砾，而底层则是浅色的粘土，只要稍加化开，浅色的痕迹就会立刻显现，且在干燥的气候下可以保存数千年。这意味着纳斯卡地画不一定全是纳斯卡人所造，极有可能其中部分图案其实是比纳斯卡文化更早的文明所遗留下来，只不过后人继续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整与扩展。其次，一些线条的规模过于庞大，必须在空中才能看清整体样貌，对于缺乏飞行工具的古人来说，这样的创作动机就显得耐人寻味。传统考古学界通常解释为透过山丘或梯田观测，但这样的说法对于长达数公里的直线依旧难以自圆其说，这也让一些研究者大胆推测，纳斯卡前文明是否掌握了某种我们尚未知晓的高科技，或许是气球、风筝，甚至更先进的观测方式。再来，从人类学与神话角度来看，
南美洲多个古老传说中都提到天空中的神或从天而降的使者，这些故事往往与地面上神秘的图案或巨石结构有所关联。当我们把这些口耳相传的神话与纳斯卡地画放在一起思考，就会浮现出一种可能性：这些图案并非单纯的艺术或祭祀，而可能是一种讯号或地标，为地势和来自天际的存在沟通。纳斯卡前文明的特色，或许正是这种将天空与大地连结的能力。他们可能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而是具备了观天测地的技术，能精准描绘出庞大图案并长久保存。换句话说，他们的科技不一定是钢铁机械，而可能是一种融合自然与宇宙的高度智慧。这种智慧对现代人来说或许显得原始，却很可能是另一种层次的高科技。那么，这样的文明为什么会消失呢？有学者提出，他们可能因为气候巨变而逐渐凋零。秘鲁南部的干旱是出了名的，若在某个时期出现了极端的干旱循环，势必会导致食物和水源不足，最终迫使整个文明走向崩溃。另一种更神秘的说法则认为，他们或许是自愿隐退。如果纳斯卡前文明真的是一群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完成了某种与天体或外星的任务之后，或许选择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只留下这些巨型的图腾，等待后世去解码。正因如此，纳斯卡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它更像是一道空白的拼图。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纳斯卡线条，可能只是一层涂改液下的版本，覆盖着更古老的故事，而那些未解的符号，或许正是远古人类最初与宇宙对话的语言。纳斯卡前文明若真曾存在，那么它的地理版图绝不会仅限于我们今天所见的纳斯卡高原。根据地质学与古人类学的研究，整个秘鲁沿岸干旱地带在上万年前就已经是人类聚居与活动的区域。这片土地东边是安第斯山脉，西边是太平洋，形成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天然地理环境。封闭是因为群山与沙漠隔绝了外来的侵扰，开放则因为太平洋可能是与外界文明交流的通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为一个特殊文明的诞生与保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宽，会发现这些地画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从秘鲁的帕拉卡斯文明到更南方的阿塔卡马沙漠，甚至智利发现的巨型地画，都呈现出一种连续性。这让人不禁怀疑，所谓纳斯卡前文明会不会其实是一个跨地区、跨世代的庞大文化网络，而纳斯卡地画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一个我们恰好保存下来的证据。更惊人的是，当研究者把某些图案的排列方向与天文运行相比对时，竟发现部分线条与特定的恒星升起或日出位置吻合。例如，冬至或夏至的日出方向可能与某些长直线对齐。这种天文对齐现象也曾出现在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阵、中国的古老遗址。换言之，纳斯卡前文明的智慧或许与其他古代文明相互呼应，甚至有可能存在跨大陆的知识交流。那么，他们所谓的高科技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需要跳脱现代人的框架。所谓高科技，不一定是金属机械或电脑运算，而是超越当时人类能力范围的智慧。纳斯卡前文明可能掌握了某种几何学与比例设计的技巧，能够在没有卫星与测绘工具的时代，画出几乎完美对称的巨型图形。这种能力背后或许依靠的是对声音、振动甚至磁场的理解，一些现代科学才刚开始触及的领域。部分研究者推测，这些地画可能具有能量场的功能。当大量直线交错，形成某种几何网格时，它可能与地球磁场共振，进而产生特殊的能量效应。这种概念在现代被称为能量地脉或龙脉，而在古代可能就是神之力的展现。如果纳斯卡前文明掌握了这种知识，他们不仅是在地上画图，而是在调控地球能量。还有一种更加惊世骇俗的推论，这些地画其实是导航标记。试想，如果有某种空中或天外的访客想要找到这片地球的特定地点，那么这样巨大的图案会比任何建筑都更显眼。从天空俯视，它们就像巨大的讯号灯，清晰地告诉观者，这里是降落的地点，这里是讯息的所在。这种说法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当我们对照那些像跑道般的直线，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荒谬。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纳斯卡前文明可能不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留下城市遗址，也不像埃及那样留下石造金字塔，他们留下的反而是一种大地艺术或宇宙讯号。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难以找到更多考古证据，因为他们的科技不是建立在石头或金属上，而是建立在更难以保存的领域——能量、自然与宇宙的结合。如果这样的文明真曾存在，那么它很可能诞生于数千年前，甚至比纳斯卡文化还要早上好几千年。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它的时间轴可能落在1万年前的末次冰河期之后。那个时期，全球气候剧烈变化，海平面上升，许多沿海文明被淹没，而纳斯卡高原因为位于干燥的高地，或许正好保存了这些远古痕迹。因此，纳斯卡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神秘的假说，它更像是人类历史上遗失的一章。它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否真的只是5000年前的苏美尔，或者更早，还是说在更远的过去，我们曾经与宇宙有过一次深度对话，只是后来全都被时光掩盖。即使纳斯卡前文明曾经辉煌，他们的存在仍像尘雾般逐渐消散在历史长河中。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从地球上消失的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可能性，从自然灾害到社会崩解，乃至于更神秘的推测，每一种都为这个文明增添了一层迷雾。首先，我们不能忽略地理与气候因素。纳斯卡高原位于秘鲁南部沿海，气候干燥，但并非永久稳定。古气候研究显示，在距今1万年前至西元前1000年之间，南美西海岸曾经历过数次极端干旱与洪水循环。对于依赖河流灌溉与小规模农业的古文明来说，干旱可能导致粮食减产、人口流失，甚至迫使居民离开故土。另一方面，安第斯山脉与沿海断层活动频繁，地震或海啸也可能摧毁聚落与仪式场所，使文明难以持续。然而，仅仅依靠自然灾害似乎无法完全解释这个文明消失后留下的神秘遗迹。纳斯卡前文明在地面上刻下的巨型图案，竟然能在后世的纳斯卡人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被保留，这暗示着某种有意的遗留或仪式性隐藏。一些神秘学者甚至推测，这个文明可能掌握了与自然与宇宙能量共振的技术，使得他们的痕迹不会随时间消失，而是一种能量印记，留下讯息给后代或天空中的高维存在。更引人入胜的说法来自古代传说，当地原住民流传着天空的神带走了智慧的民族的故事。这些传说是否只是神话，还是描述了某种超自然事件？有些学者认为，纳斯卡前文明可能经历了一次极端的天文或地球事件，小行星撞击、极端日照或磁场异常，甚至可能是一种地球能量场的剧烈变动。这种现象足以迫使文明消失，但同时保留了部分痕迹作为警示与纪念。此外，纳斯卡前文明的消失也可能带有文明自我隐退的特质。假如他们掌握了超越当时人类理解的智慧或技术，或许意识到某种外部危机，无论是地球自然循环的极端阶段，还是与天空或宇宙能量相关的警示，他们选择退隐，将知识与力量留给后世仅能模仿的族群，而非完整传承。于是，后来的纳斯卡人虽然沿用这些巨型图案，但却无法完全理解他们背后的真正力量。这种消失的方式让纳斯卡前文明更显神秘。他们不像埃及人被金字塔与陵墓牢牢记录，也不像苏美人留下楔形文字和城市遗址。纳斯卡前文明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将文明的核心智慧融入大地与天际的对话中，线条与图形成了他们留下的最后讯息，一种跨越时间的呼唤，等待有心人解读。而正是这种消失，为我们揭示了另一个可能：如果南美洲曾有如此古老而高智慧的文明，那么地球上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同样或更古老的文明？这种思考将我们的目光自然引向下一个探索的目标，位于地球另一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神秘文明。它比苏美人更早，或许才是真正开启人类城市文明的远古先驱。纳斯卡前文明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不一定只被书写在文字或石刻中，它有时藏于沙漠的线条、山谷的能量，甚至天空的星辰之间。而在下一集，我们将深入探索这个被时间掩盖的秘密——萨纳克文明，一个可能比苏美文明更早、更神秘，甚至掌握古老高科技的文明。它们的存在将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起点。当我们回望纳斯卡前文明的痕迹，它不仅是南美洲荒漠中的神秘图案，更像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历史深处的另一面。这个文明可能存在于1万年前，甚至更早，拥有观测星辰、操作地脉能量的智慧。他们没有留下文字，没有留下城市，但却以大地作画，将知识与信仰留存于地平线与天空之间。这种文明的消失，并非完全湮灭，而是像晨雾般逐渐淡去，留下断续的线条、神话传说和等待解码的讯息。纳斯卡前文明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人类文明的历史，或许远比我们课本上所学的要古老，也远比单纯的文字与建筑能记录的更深奥。巨型的画与天文对应，地脉调和的痕迹，仿佛在暗示着纳斯卡前文明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可能与全球其他古老文明拥有共同的源头或知识传承。这让我们不禁想问，在地球的另一端，美索不达米亚是否也曾存在一个比苏美还要古老的文明？一个掌握早期城市建设、高度智慧与神秘科技的文明？这就是我们下一站的探索目标——萨纳克文明。传说中，它比已知的苏美文明更早，可能建立了人类最初的城市，并掌握了远古高科技。它的智慧与纳斯卡前文明是否存在某种连结？是否是同一条全球失落文明的脉络？这些问题仍未被解答，但正是这份未知，让我们对远古历史充满好奇与敬畏。纳斯卡前文明教会我们，历史并不只是冰冷的文字或石碑，它有时藏在沙漠的地画里，藏在星辰的运行里，甚至藏在地球能量的脉动里。每一条线，每一个符号，都是古人与自然、宇宙对话的痕迹。而当我们试图解读这些痕迹，也是在与远古文明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下一集，我们将前往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揭开萨纳克文明的神秘面纱。那是一个可能比苏美还要古老，拥有高科技与城市智慧的文明。它们的存在，或许能让我们重新定义文明的起点，重新理解人类如何从星辰与地脉之间踏出最早的文明足迹。历史的迷雾仍未完全散去，而纳斯卡前文明的故事只是揭开了序幕。沙漠上的线条、安第斯山脉的古老传说，以及未解的巨型符号，都在提醒我们，地球的远古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庞大、更神秘，也更令人着迷。准备好跟随我们的脚步，踏入下一个文明的世界，探索人类最初城市与高科技的秘密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